还有什么政务吗？啊？大人。臣最近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德云邢台总督古兰涉嫌渎职，百姓叫苦连天。近日，更是涉嫌谋杀了一名家族军人，帮帝都彻查。大人请过目。臣和其他几位官员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件。拿来，给我看看。贪污的部分目录已附列其中，罗大人请过目。就这么几行没头没尾的账目，怕不是你故意伪造的吧？哼！帝林，你怎么看？大人，臣认为此事应该重视，枢密司愿彻查到底。定是有人故弄玄虚，这么多封匿名信，字字诛心。单凭这么几条毫无来由的账目，可不足以作为证据。证据就得靠彻查才能获得。罗大人百般阻挠，你是不想查，还是不敢查？查，当然要查。一定要查明白，是谁在诋毁家族官员？那是一定要查的。这些年呐，战事不断，国库空虚，尤其是地方的财政频频亏空。为了要稳定民心，避免出现动乱，这德云之事啊，那绝非是个例。所以这一次得杀一儆百。你二位呢，是我仰仗的肱骨之臣，还请二位暂弃前嫌，联手清除家族的隐患。大人。枢律司责无旁贷，愿替家族效命。领兵司，领命。那就散会吧。啊，罗大人留步。我问你，这上面说的可属实？大人，这一定是帝林搞的鬼。哦，我那小舅子虽然资质平平，贪图享乐，但贪赃枉法、谋财害命之事，我相信他没那么大胆子去做。贪腐之事，他沾不得。是。我这次是借这个机会来清理家族的内部。当然，我相信你是个为官清廉公正、不徇私情的，所以我才让你和帝林联手清理家族之事。我让别人来查，我还倒不如交给你自己来查。你可明白？明白。好，去吧。谢大人。嗯。来，尝一尝。下官一介芝麻小官，怎么懂得品评这些美酒呢？在下官看来，所有的酒都是一个味道。哦，我怎么听说你到处去搜罗奇珍异宝，用来泡酒呢？我知道，最近有些风言风语吹到了大人的耳朵里，那些都是胡说八道。远州战乱不断，这拆东墙补西墙、互相拆借的事情在所难免。哎，调动财物的事情我不清楚，到时候啊，让枢密司来吧。哎，大人，这
这点小事怎么能麻烦舒律师呢？这样，我再捐1000担粮给地术军的兄弟们。这次以我个人的名义，大人您不必记账，也不用归还。至于军费的事情嘛，咱们私下了结了结。你这是公然行贿吗？这是那个狗官的贴身侍卫，扎西大人，他肯定知道。快说，扎西大人现在在哪儿？说，司仪林，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领兵司总统领罗明海是我姐夫，你官再大，能打得过他吗？我官是没他大，可军长大人亲自过问了。但是你要抓我，证据呢？带上来。大人，证据到了。原来是你这个狗东西，你找死！扎西大人的下落也已经明了了，说吧。扎西大人已经被古兰杀害，尸体也被他家犬吃了。你胡说八道！是狗官，该如此嚣张。古兰大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司仪林大人，司仪林大人，你我同为淄川贵族出身，看在我姐夫罗明海的份上，这事还有得商量。有的商量，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我告诉你，就算罗明海在这儿，结果也一样。你不是要商量吗？啊，来，跟扎西大人的鬼魂商量商量，看他会不会放你一马。啊！带走。是，走，放给我。放给我！我要找我姐夫罗明海。大人，放开我！这狗官把德云搞得乌烟瘴气，属下代表扎西大人及部下还有德云的民众，感谢司仪林大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最后，就拜托你押送他回帝都了，再将扎西大人所有的事情刊登在官报上，以证清白。哎，那姑娘你救上，我去跟她跳会去。哎，行了，什么姑娘你都想撩一下，先吃吧。开头，你说今天奇了怪了，平常不都是半兽人拉着罗杰一块跳舞喝酒吗？今天怎么了？不唱不跳也不喝的？因为今天是他们斋戒的日子。以前在布卢村，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断酒断食，用来祈祷神灵，保佑他们家乡风调雨顺，无灾无祸。吃饭吧，快吃！林殿下，吃饭了。我减肥，你们吃。好嘞。想不到他们背井离乡这么久，竟然还惦记这个家乡情。也不知道这布卢村啊，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自打我二哥的军队去远州剿灭叛军，这一路上都是子川家的军人，而且叛军中有很多半兽人，他们那种长相，根本不敢出现在子川军人经过的地方。那他们一定很想家吧？当然了，所以我决定，让咱们袖子营送他们回家。大人，你忘了我们的计划吗？当然没忘。杀雷洪，剿灭叛军。可是你答应要送德伦他们回家，这一来一回耗时耗力，你怎么向家族交代？他们是我的朋友，咱们的粮草不够，他们好酒好肉，给我们招待。同样，朋友有家回不了，咱们绝不能袖手旁观。还有，我有个大计划，在咱们出发前，我准备筹一大笔钱。行了，别瞎说什么大计划了。
我看您殿下脸色不太好，有时间的话，你还是看看他吧。远州的天气真好呀，我好像来了这边之后，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太阳雨，真漂亮。其实，你不用假装每天都过得那么开心。我没有。小宁，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可是你喜欢这里呀。你不属于帝都，更不属于我。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说你为什么可以和半兽人相处得这么好呀？因为我跟他们是真朋友。你知道吗？我曾经落难，是老德伦，他救了我一命。我呢，在远州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生活过，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啊，就像你对帝都一样。可是，我们以前也是一起长大的呀，那时候在帝都的日子你都忘了，那个时候你不快乐吗？那是不一样的快乐。远州这块土地，偏远贫瘠，算是子川家的属地，跟繁华的帝都没法相比。就像我一样，虽然有着子川家的姓氏，但是……秀哥哥，你不要说这样子的话。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过。等远州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就一起回帝都，然后跟叔叔说，我们永远留在帝都，好不好？小宁，至少我现在得留在这儿。您殿下是哪里不舒服吗？不是。那殿下是有什么心事？我来了远州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一切对秀哥哥来说是那么重要。相比较起来，我到底为什么来远州，来远州干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了。我现在就是有一点迷茫，我不知道我自己接下去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你知道德伦他们为什么跟秀川大人感情这么深厚吗？因为秀川大人给整个村子带去了光明和希望。他们诚心诚意地对待我们，没有半点虚假，所以我们也愿意用真心对待他们。在远州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这里已经成了他第2个故乡了。可是，家族也有很多精兵强将啊，只要秀哥哥跟叔叔开口，那叔叔一定会念及我，他跟我的友谊，帮他照拂好远州的。是啊，但是人人都觉得远州是荒蛮之地，谁又能像他那样，把远州当成自己的故乡来对待呢？他自己深知这一点，所以才没办法把这件事情交付给任何人。我是子川的继承人，远州的人和事，对我来说同样重要。虫子！快走！快走！走了吗？走了。进来吧。
调查的结果都属实吗？属实。那贪污的数额，还有栽赃、杀害军官的事情，证据都确凿。袁州地区的官报都已经刊登此事，为扎西旗领证明了。而且顾兰大人他也被地戍军收押，今日便送来帝都了。把人给我带来。是。领兵司罗明海大人特命我来接管德云总督。我接到的通知是押送到枢律司，此案是由领兵司和枢律司协同处理。况且，外驻军队进入帝都后不允许佩戴任何兵刃，为了避免押送路上出了什么岔子，直接交给我便可。既然是两司协同查案，那就有劳大人，免得回去的路上再出什么岔子。你给我等着！大人，顾兰带到。你先下去吧。是。幸好姐夫及时赶到，要不然我得被他们折磨死。我看过扎西的卷宗，他得过3次军功。你说他在德云专横跋扈，不听指挥，是吗？他就是仗着自己军功赫赫，向来耀武扬威，事事都要指手画脚，搞得好像他才是德云总督。我是事事忍让，一忍再忍，我杀他实在是无奈之举啊！他这种人留不得，姐夫。司义林送来了一些证据，颇为麻烦。那些都是造谣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姐夫！在我看来，他敲我是假，真你是真。我思来想去，只有2种方式，颇为妥当：一，毁掉证据，彻底翻案；二，你担下一部分罪责，放弃远州官职，回到我的身边，你选哪一种？当然是第一种方法。姐夫，这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大家都一样。翻案之后，正好借此机会，告他们诬陷，铲除异己。你在帝都，我在远州，未来淄川就是我们的了。啊，姐夫。淑臣，你都听到了吧？姐夫，这么说来，他们指认你的罪行都是真的了。姐夫，这根本就不是对错的问题。跪下！我跪下！你贪赃枉法，谋害忠良，如今又心存叛逆之意，如何对得起淄川对你唯一的重任？你如何对得起你姐姐对你的一片苦心？判你死罪，那是罪有应得。姐夫，真没有这么严重啊！姐夫，姐夫，我错了，我认罪。我辞去官职，我回到你的身边，一切都听你安排。你看在我姐姐的份上，你也得救我一命啊，姐夫！我是你最后的家人了，姐夫。救你就是要毁了我淄川。我姐盯着呢，我姐看着呢，我是你最好的家人，姐夫，姐夫。来人，把他带回枢律司。姐夫。地里，徇私枉法的事情我不会做，我也不屑于做，但今日
我求你，饶他一命，我可以用一切条件来交换。娄大人，我还真想成了你这份天大的人情，但此事由军长大人督办，舒律司监办，我只能公事公办。只要你饶他一条命，我愿现在去军长大人那里辞去官职，永不返朝。有罪问罪，无罪释放。大人，之前你让我调查了各邢台总督的账目，有结果了。这叠资料如果交上去的话，恐怕会引起不小的震荡。之前勤务司还有领兵司，他们报备的所有赤贫的邢台总督，都存有着渎职的行为。他们跟古兰都一样，跟帝都各个官员或多或少都有牵连，还牵扯了3省台。那又如何？远州百姓之所以那么容易被怂恿，还不是因为那些邢台总督都是古兰之流？你可知道，这古兰是我爱妻淑珍唯一一个亲弟弟，也是我罗明海在世最后一个亲人。如果今日你是我，你还会六亲不认，手起刀落吗？如果舒律司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在瞻前顾后，那子川才是真的无药可医了。帝林，你果然是铁石心肠。今日这古兰是自作孽不可活，现在你就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下场。但是我告诉你，帝林，我愿你有朝一日也受此切肤削骨之痛，报应不爽。清正廉明本就是治国之本，即使万箭穿心，我也不会退缩。帝林，你是要杀绝我罗明海最后一个亲人呐！我宣布，从今日起，我们秀子营要成立一个致富堂。致富堂啊？啥玩意儿？成立这玩意儿干嘛？跟咱粮食问题有关系吗？现在我们营地里的存粮只够维系我们3天的量。啊，3天！坐下。站住！我们现在是不是很着急的筹粮啊？对呀。我们是不是要用钱去买粮？也对呀。对个屁！我们根本没钱。特别对。所以要挣钱呀。我简单说一下吧，分猪肉大家都会吧？对不？你还这个？这是一头叫致富堂的猪，这个猪头还有猪颈归我。你们几个是大队长，这个肩胛肉还有大里脊肉你们自己分啊。你们剩下的是中队长，这个小里脊肉还有前腿和后腿肉就分给你们了啊。好，剩下的4个猪蹄儿就分给小队长了。再剩下的这么多五花肉，我们就平均分给其他的剩下的人。你们想想，那么多人养一头猪，能养不好吗？养得越好，到岁末的时候，大家分的猪肉的分量就会越多。我问你啊，要是你为了自己的那份，你会把这只猪养好吗？会呀，只要能挣钱，我指定把它养成全西川大陆最肥的霸王猪，这不就完了？好，这个好。哎，行了，一会儿散会的时候呢，你们就把我这个天才的想法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再找一些土地主来和我们一起养这头大肥猪。想法是好，但是这荒郊野岭，你去哪儿找土财主去啊？你只能找着难民。白川，
你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些人，那些商人。对呀，养肥致富堂这头猪，就得靠他们。大人，到底是什么大生意啊？远州内战打了这么久，所以现在物资啊非常稀缺。如果这个时候进行物资交易，别说我欠你那点钱能够轻松还上，以后也会源源不断的发财。可是秀子营看上去实在不太靠得住啊。我秀子营历史悠久，也是皇家王牌部队啊。想必你们都认识这2位吧？将你们的身家交予这样一位与司义林大人和帝林大人并驾齐驱的当代名将，为你们的财产保驾护航。好。原来是这样啊！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还担心你借他们的钱还不了呢。我们永远不需要再借钱了，永远，因为我们致富堂是个一劳永逸的赚钱模式，钱生钱，本翻本，利滚利。好，停！远州本就贫瘠，哪有那么多土豪跟你做生意？远州土豪少，但是人多，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特产。就拿布芦村来举个例子，他们有自己特产的黑草膏。眼下正是战乱的时候，哪有人不希望多囤一些治伤的膏药啊？我们就把这个致富堂的消息散出去，肯定会有人上门来的。果然是前人栽树，秀川大人乘凉啊！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们眼里不要只有钱好不好？其实致富堂呢，还有个更大的作用。致富堂的商人走南闯北，遍布四方，比我们行军打仗的范围还要广得多。所以，我给他们所有人都发了一个任务：打探雷洪的消息。现在，我们要把这张大网给他撒出去。你们说秀川大人要开致富堂的生意，咱们要不要也掺和一脚，卖点什么？哎，我当然是卖小说、卖画报了。真卖不出去，咱还能自己看看，不浪费。那我就开兵书店好了，给远州人训导文化。还训导文化？你呢？这世界上什么钱最好赚？女人的钱最好赚。就外面那些花花草草、就地取材，能赚好多钱了。子川兄呢？给我出来！哎，这儿呢。什么致富堂啊？我们不干了！对，不干了！哎，二位老板，稍安勿躁。这种发家致富的机会，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还好生你呢！我看你们秀子营就是一帮散兵游泳。说什么呢？哎，说好的保护我们商业往来，就靠这些不成气候的士兵吗？哎，我们秀子营可不是什么散兵游泳，他们是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那个拳法。这个口号我都听了180遍了，口号喊得再响，可光凭这么几个兵又有什么用啊？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我们一小部分兵力。放下。其实呢，我们的兵力分布在整个远州，甚至渗入了北族的腹地。兵力的问题你们就不用担心了。那我们也没有亲眼看到大部队啊，始终还是觉得难以保障。您是担心我们子川家族的军队不够强盛吗？您殿下，您殿下。哎，我去过帝都，这还真是子川宁殿下。殿下，殿下，我可以代表家族向各位保证，各位在远州进行的所有交易，永远都受到军队的保护。这样你们可以放心了吗？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就请二位商人随我们去看看我们的部队大营吧。请吧。好，告辞。好，走吧。小宁，多谢你替我解围。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你竟然……没想到我竟然会帮你在远州立足，是吗？
现在咱们分头行动，去不同的部落城池，游说商人们都加入咱们致富堂。各位，一定出来很久了吧？是不是很想念故乡的美食和美酒的滋味啊？是不是觉得这里生活很不方便，很苦闷？欢迎来到我们秀子营致富堂。欢迎！这酒我要了啊！哎，行，给钱，给钱。好，各位，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个产品——蛇足秘制烤肠。3、2、1，上架！美食美酒应有尽有。如果你们还想要什么的话，我们可以预售。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告诉这位旗领罗杰，他会一一记录下来。还有，过2天就是发军饷的日子，届时我会在这里举办集会。大家记得将士气昂昂，一起光临悠悠会啊！来，这道菜是我爱妻淑珍最拿手的，她知道我喜欢，常常做给我吃。如今爱妻离去，我再也吃不到她做的味道了。我知道，你为官清廉，之前给你亡妻买的坟地过于简朴，我给你亡妻买的陵园所有用度皆为贵族标准。大人，微臣惭愧。袁州官僚贪腐，乃是臣可速疾，早晚要有一剂猛药。只是顾兰是我罗明海最后一个亲人。正因为他是我罗明海的亲人，所以他必须得死，才可以昭告家族，肃清朝堂之决心。大丈夫，吃吧，这可是你的最后一顿饭了。
姐夫，姐夫，我退出关城，我归隐山林，我再也不给你惹麻烦了。姐夫，你看在我姐姐的份上，你我一条命。欧明海，你对不起我姐姐，你对不起我顾家，你连自己人都不救，你丧尽天良。我和我姐姐做鬼也不会。地离，这下你满意了吧？远州兵民，帝都流血也。我何负家人，还有如今的古兰，你手上的血，恐怕是再也洗不净了。那就请领兵司和都政司以后在查报地方财政的时候严谨一些，别像这次一样，既让军长大人责罚，又害我满身沾血。杀！你回来啦？好看吗？好看。啊，我最近啊，总感觉它在动。怎么了？我去洗个手。啊。你手上的血，恐怕是再也洗不净了。我愿你有朝一日，也受此切肤削骨之痛，报应不爽。自从感觉他有动静以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孩子啊，会像你还是像我？不能像我，我眼睛太小了，得像你啊。我倒是希望他像你，我只会做饭，什么都不会。才不是呢，在我眼里，会做饭、会照顾家才是本事。所有人都在追求功名利禄、加官进爵，但在我看来，那些只是黄粱一梦。不知道哪天醒了，就什么都不复存在了。你今天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感触？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我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爱和恨是真实的。你能给另一个人温暖和美好，就是天大的本事。而你，给了我一个家，所以在我眼里，你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要厉害。而且，
没有人比你更加让我值得珍惜。这件事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一定会瞻前顾后。只有大哥能如此果决，就算是四面树敌，不被世人所理解。阿秀，阿怪。 我那是因为看他们有没有别的帮手。你是想要看他们？20。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是的。好，好来。给你们这儿哥哥。 消失的老朋友。还有这样的玩意儿？我跟你说，这个呢就是左彝族毒虾。我跟你们说，左彝族人天生爱吃，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啊，夸人。对不起，我这个那群难民问了一口什么？ 那群难民问了一口吃的，什么事都做出来。一来是整顿一下军队，二来是想着，好。穿着，不对，常常都在议事厅